英语学习系列：如何不靠字幕看懂全英语电影？欢迎来到本节解析。说真的，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超让人挫折的状况？明明我们学了那么多年的英文文法，单字也背了一大堆，结果一打开无字幕的英语电影，哇，简直像在听外星语一样，完全听不懂。今天我们就要来破解这个大家绝对都痛过的难题，带你一步步搞懂，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靠字幕也能看懂英文电影。你听听这个故事，看是不是超有共鸣？有位英文其实还不错的年轻人，19岁那年跟朋友一起看好莱坞大片。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就坐在那里，装出一副我看懂剧情的样子，但老实说，我几乎什么都没听懂。他就跟着大家一起笑，一起紧张，但实际上呢，他只看到演员的嘴巴在动而已。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过？感觉看个电影简直像在考英听，根本不是在放松享受生活嘛？所以啦，这就带出了一个我们都很好奇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室里学的英文，跟电影荧幕上那些外国人真实讲出来的英文，听起来会差这么多啊？到底为什么一到现实生活中，我们辛苦学来的英文，就好像突然当机完全失效了呢？先说，这绝对不是因为你大脑有问题，更不是你记忆力不好。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真实英语的落差。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教科书里的英文听起来跟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你看，在教室里的时候，老师为了让你听懂，通常会刻意放慢速度，把字一个一个咬得很清楚，像是 I am going to 或者是 want to。可是呢，到了真实世界的电影里，这些字就会糊在一起，变成 I'm gonna 跟 wanna。请务必记住一点，这真的不是因为母语人士讲话太懒惰，而是语言在讲很快又带着情绪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种连音现象。说穿了，你的耳朵只是还没习惯这种接地气的连接方式而已。如果你常常因为听不懂而觉得很有挫折感，拜托，请你记住这个绝对会让你松一口气的事实。其实就连英文母语人士，他们看电影的时候也常常会漏听台词，甚至会倒转回去重听。而且他们很多人看电影也一定要开字幕。你想想看，电影里的背景音乐有时候超大声，或者演员有很重的口音，又或者情绪一激动讲话就糊在一起了。所以咯，听不懂真的不是你能力不够，它只是一个需要慢慢适应的过程，千万别再觉得自己是个学英文的冒牌货了。既然找到原因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解决方案啦。第二部分，3步骤观影法，这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听力训练策略。不过，在教你具体怎么做之前，我们得先从别人的惨痛经验里学到教训。来看看苏菲亚的故事。23岁的苏菲亚，读跟写的能力其实都很棒。他听了别人的建议，想说好，那我就直接把字幕关掉来看电影。结果呢，他整部电影看下来，只勉强抓到几个单字，觉得超级孤单，超级挫折，感觉自己被一堵无形的墙挡在电影外面。撑了1个月，他就彻底放弃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光靠希望自己能听懂，根本不是什么学习策略啊。直接关掉字幕带来的往往只有满满的挫败感。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强的英文底子，而是一个对的学习方法。所以真正能帮到你的是这个神奇的3步骤观影法。简单来说，就是同一部电影你要看3次。第一步，先乖乖打开你的母语字幕，这时候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搞懂故事在演什么。故事就像是一张地图，你要先有地图才不会迷路嘛，对吧？第二步呢，切换成英文字幕。这时候你就要主动出击了，遇到不懂的句子就按暂停，把重点写下来，然后跟着念。最后第3步，关掉所有字幕。这次不要逼自己每个字都要听懂，而是去测试看看你现在能抓到多少。你会超惊讶的发现，刚刚那些听得雾煞煞的句子，现在听起来居然奇迹似地的变慢、变清楚了。现在让我们放大来看刚刚提到的第2步，进入第3部分。跟读与口述练习，我们要来帮你的耳朵和嘴巴连上线。这里面最核心也最有趣的一招叫做跟读，也就是 shadowing。具体怎么做呢？你挑一段大概10到15秒的电影短片，
仔细听，然后跟里面的演员同时大声把台词念出来。没错，是同时哦，不是等他们讲完你才讲。你要尽全力去模仿讲话的速度、节奏，还有那个语调起伏。刚开始试的时候，你绝对会觉得舌口打结，跟不上，感觉超别扭的。但请你一定要记住，这种卡卡的、不舒服的感觉，正是你的大脑在进步，你的耳朵和嘴巴终于开始连线运作的最好证明。这才叫做真正的学习嘛。还有一个重点，当你遇到生字要抄下来的时候，请务必写下完整的句子，千万不要只抄一个单字。因为孤零零的单字超级无敌容易忘记，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生字跟电影里某个超有戏的场景，或是某个很有个性的角色绑在一起记，哇，那个画面感一出来，这个字就会深深烙印在你的脑海里了。除了看电影的时候练看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加上这个效果超好的映后5分钟法则，也就是说，电影看完后，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用英文大声的把刚刚看了什么说出来，不要动笔写，也不要在脑袋里先翻译成中文，就只要用最简单的英文总结一下故事就好。像是今天我看了一部关于一个家庭的电影，爸爸超搞笑，这样就非常够了。你不需要管文法，对不对？这招是为了帮你的大脑把你的想法、声音跟意义非常自然的连接在一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选错了电影的难度，你还是会觉得很受挫。所以我们来看看第4部分，选择适合的程度，让内容跟你的实力完美搭配。你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目标是怎么跟着程度改变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初级，像是看6人行或是摩登家庭，那你的目标绝对不是要100%听懂每个字，而是熟悉那个语音，听出他们的模式。能听懂一半，就代表你的大脑已经在疯狂吸收进步了。那如果你到了中级，像是看漫威系列电影，讲话变快了，情绪又激动，还会互相插嘴，这时候你的目标就是在那么快的语速中抓到他们想表达的主旨。最后，如果你挑战高级，像是看新世纪福尔摩斯，你要面对的是各种复杂的口音跟艰涩的单字。到了这个阶段，你已经不是在学英文了，你是在用英文过生活，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才不会一开始就被大魔王给秒杀啦。最后，我们来到了第5部分，电影不是考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你看电影的心态。拜托大家请停止把看5字幕电影当成是一场残酷的期末考，把这句话刻在脑袋里。电影不是考试，它是让你练习的游乐场。听不懂，那完全不代表你失败，也不代表你英文很烂，那单纯只代表你的大脑还没有习惯那个特定的发音模式而已嘛。每次你打开耳朵去听，都是在帮大脑建立一条新的神经回路啊。你看这个数字9，这份资料的讲者当年可是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每天早上在他家附近的饭店，用他当时那口破破的英文去跟外国旅客聊天。他常常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必须硬着头皮请人家重复个2、3次。当下真的觉得自己超尴尬、超蠢的。但你猜结果怎么着？超级有趣。那些他一开始听不懂，必须厚着脸皮再问1次的单字，反而变成他这一辈子记得最熟的字。所以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充满挑战的时刻，其实才是最宝贵的学习时刻。困难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最棒的老师。觉得很难？那不代表不可能，这只代表你正在学真实世界里真正管用的东西。现在把那些无谓的挫折感通通丢掉吧，带着我们今天讲的3步骤观影法，去挑选一部适合你现在程度的片子。那么今晚你打算用哪一部电影来亲手打破那道挡了你这么多年的语言高墙呢？从今天开始，像个真正的学习者一样，好好享受看电影的乐趣吧。